茉莉开就是心动的信号。本节目由花清香茶腥味的康师傅茉莉茶冠名播出。上小红书讨论综艺，看嘉宾专属内容。小红书心动的信号吧官方内容讨论平台。一颗72小时弹韧量，根源改善发质。本节目由潘婷炮弹发膜赞助播出。感谢影像体验官华为 nova 14系列手机全焦段红枫质感人像，记录你的心动时刻。2小时快速修护，3天抗熬夜疲劳。本节目由雅诗兰黛小棕瓶赞助播出。1400公里续航。本节目由燕批智能电混全是豪华家具的领克0708赞助播出。淡化黑眼圈，让眼神自带微电流，一夜焕亮，心动砰砰。本节目由完美小红皮眼霜赞助播出。麻辣牛肉是你放的吗？哦啊，谢谢。这会儿是挺开心了。对。在陪我吃饭呢，好幸福。哇哦！我们的心动公寓终于迎来了第一次的大约会。非常紧凑哎！6位女生亲手制作一张与自己兴趣爱好相关的卡片，选择了谁的卡片，就将和他进行第一次约会了。这个拿走就行了。哦，直接拿走了。你真是占有欲很强。方医生严选。哇哦！我是会想超级多的人，因为我就觉得，确实开始一段感情可能很容易，但是你想维持下去很难。我会觉得优先级排序，在我这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我完全受不了这种委屈。确认过眼神，确实是当朋友的人。但我觉得这样也好，这样的话，王爵也可以放下了。被困在你的房间中，或许过晴天，把心事放在一边，跟着直觉，渴望的就在眼前，别假装视而不见，勇敢一点，靠近我，靠近我，有微光在眼里闪烁，这是心动的信号。这是心动的信号。多多，好漂亮，像小鹿一样，她的眼睛。别躲了。哎呀 Hello， Hello。哇哦！为什么这个卡是你呀？啊，我没想到，是吗？哦，卡是多多的。那多多这次冲起来了。我刚才说，不可能是你。啊，你刚刚有想到是吗？对，因为前天我们在那里分析的时候，你跟谁分析啊？就是我们男生啊，我们男生选的时候嘛。哦，今天可能下雨，就只能室内喽。听你的。他们今天穿的也蛮搭的呀。对。天哪，今天咱俩色系好搭呀！那是精心的啦。哦，这是什么？溜冰？轮滑？轮滑？哇，这好 old school 啊！我们小时候，我小时候也是，对，老帅气了。但是会有那种放的 disco 音乐吗？
有可能，因为他现在灯光是这样子。来吧，你穿过吗？这个我穿没穿过吧？我自己来，我自己试试看。行，我大概告诉你就行。你先穿一只， OK。然后使劲压到底。哦，谢谢。哇，你很专业，我怎么感觉你是自己滑过？教练，哎呦，哦，好的，可以了，教练。紧吗？紧的，可以的。啊，我满头汗。已经累了是吗？好开心啊，出来玩了。要是天天有活动就好了。我也觉得。哎呦呦呦呦！哎，可以，好啊。我也可以。你看能不能走？你要最好斜着走，不要那么走。外八。对，外八。好。这是最容易有肢体接触的一个运动了。对，应该出去就要抓手了，只要滑起来就要抓手。这里会很滑，你先。我们先，你先试试能不能走。我可以走。不是，我说能不能走，滑着走。可以走啊。啊，完了，我不会。一起学嘛。啊，我会了。什么？这2秒就会了。我们往中间走吧，往中间走。嗯，哦，出手了。你要不行就拉着。好，啊？怎么？拉但没拉到。有点害羞。我学着你。可以哈。可以。哎呀妈呀！没事。你为什么刹车了？没事。会晕吗？不会。男生也不是很会滑呀。两个人一起拜了个年。走。哎呀，你腿没事吧？没事。真没事啊？没事。我们俩刚刚很好笑，一起拜了个早年。哦！吓死我了！我刚刚差点往后仰了。所以说你要稍微往前倾一点。好。或者说你稍微下蹲一点也行。好。这样。已经有冷汗了，老师。保持平衡。我再试一下哈，我学着你。哎呦！哎呀！怎么还学习我背一些？这个适合我们。来，你可以拉他，可以吗？啊，这个太熟悉了。来啊！你是抓着他。
但就是很绅士啊，就不会给人很冒犯的感觉。女生是很喜欢他的。对，而且因为是女生拿发的话，就已经那么明确了。你猜下个地点会去哪个方向？我猜呀、中医馆。给他针灸会。去哪？去学校？对，啊？哎呀，我的妈，好紧张啊！回学校。其实两个在同一个学校，这几率其实也蛮低的耶。是。我好想带你一整圈的转一转，每个一整圈。就是围着里面还是外面？里面一整圈的转一下。啊，有点紧张，有点紧张。紧张？你还紧张起来了？嗯。完了，我也开始紧张起来，怎么这么多人？其实这条路我经常走，因为我大一的第一份工作是做少儿口才老师啊，然后我每天都走这条路，下课然后骑自行车去，这样子。哦，这个就是我们早恋生的操场。哇，这边我记得你们是不是有2个操场来着，对吧？那边还有一个是网球啊，然后跑步啊。对啊，就是田径场嘛。对，感觉这个风都是学校里该有的风。哎呦，你会觉得现在的那个晨晨比较松，上班比较松，两只手揣兜，这个味道才对嘛。学生气息，是荷尔蒙的香味。回家了。很久没回来了。我们俩都是想进去的渴望。拍张照吧。要不要？可以。哇，哎呦，好看，好看，这个好看。去吃饭。走。哎，他们俩状态也很好哎。对。哇哦，哇哦，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谢谢。谢谢，辛苦了。来，生日快乐。来吧，吃吧。你不得先吃这个吗？要吃要吃。这个是粉，这个是饭。我倒要尝尝有多好吃。很好吃，很好吃。你知道吗？他们毕业了之后还在家里自己复刻这个。来，谢谢。尝一尝，尝一尝。怎么样？是不是很好吃？来尝。跟以前的味道一模一样，没变化。还可以哈。非常可以。太有生活了是吧？开心了。真的很巧，我第一天上岛的时候我就想，我一说什么，哎，我也是，一说什么事，我老抬头，我说这么巧。哎呦，我说我喜欢早上运动，然后旁边的那个角儿就说，他说这位也是，我说啊，然后你说我也是。
然后我说我运动里面喜欢潜水，你说我也是，我一抬头啊，然后我说我是传媒的，我也是，我一抬头啊，哦，我俩好巧啊！好有缘分。我说这也太巧了吧，就觉得还蛮巧的。还好，当时我感觉我来之前我就感觉，天哪，我真的要来吗？但我觉得有这个机会还蛮好的。非常好啊，就是起码能够认识你们。我感觉挺好的，因为我们两个的那个恋爱人格不都是有异性吗？我不知道你怎么定义这个有异性。其实可能还是会更像，就是在你们在朋友之上的一种团队合作。对，就是我觉得谈情说爱的部分是谈情说爱的部分，但是实际上你们可能生活中80%都是要处理那些琐碎的事情。可能都是会被鸡毛蒜皮所覆盖的。对。那其实这部分也可能是很多人会忽略到的部分，大家觉得好像有了爱你就能来一切。对，我们可能都还是普通人，就是还是有过普通的生活。是的，我觉得这个有异性应该指的是解决矛盾的思维方式，像朋友一样。而不是因为你是我最亲密的人，所以我可以把我一股脑的把我的所有的情绪扔给你。其实更希望另一半跟我像朋友和战友一样，去把这个事儿就事论事的给它处理掉。战友信任。我俩是战友。哇哦！那你有冲动过吗？哎呦我的天哪！我想冲动一下。哎呀，他已经在冲动了。他已经冲动了。就是你没有冲动过。对。啊。我觉得在一起一定是有冲动，所以说你们俩才会在一起。难吗？你觉得难吗？不难啊，我觉得不难啊。看你想不想了。但是你会害怕那个结果，或者说害怕你会遍体鳞伤吗？我会吧，肯定会啊。但是我冲动的时候，可能也就是我觉得我应该也能承担得了。对那个结果。可是这样不会觉得遗憾吗？因为你确实是，如果跟这个人有了一些羁绊之后，你俩觉得基本上不可能再退回朋友那个状态。对。哦，明白。所以你这个问题很像就是你想要做恋人还是做朋友的那个感觉。还有就是到底是从来没有在一起遗憾过，还是说在一起了之后没有结果遗憾？哎呦。那我觉得我的选项一定是第一个，就从来没有在一起过更遗憾一点。哦。一定是的，因为我觉得朋友跟恋人的区别还是挺大的。我觉得感情一定是要在社上见的。就你俩还是必须得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你才能坚定你自己内心的那份肯定。对，要反复的去碰撞。你是比较能把情绪藏起来的人。就是我也不喜欢把情绪带给别人，我觉得没必要。然后另一方面，好像你又是个男孩子，从小灌输你男孩子不要哭。然后有时候经常明明会有点想流眼泪的时候，然后我就想另一件事情，可能给自己讲个笑话，然后给他压住。好厉害。我完全压不住。是吧？我的情绪完全就是外放的。这个过程，每一片的我都会把它拾起来，每一片的我自己我都很喜欢。
不好的情绪像月亮，好的情绪像太阳。有一句话其实讲得很好，就允许任何情绪穿过你的身体和感受它。我好喜欢这句话。我也是，他这段话一下击中。我就抬头往前走，踢正步。脚后跟给我蹬响了。他真的好棒，性格好，还优秀，聪明。我跟你恰恰相反，我一生都在学会怎么打开自己。那我们很互补。所以你们两个很互补啊。这种时候他应该就被击中了吧，跟自己完全不一样的自己。就他需要被他这样的能量、语言影响。对。对，然后我希望生活里啊，然后其他方面啊，都希望有一个，也不是说明灯，反正就是说，起码两个人是在一个方向上走，就是你可以走快点，然后我可以跟着你，或者说，我们真的到了某个阶段，我们也可以一起走。哎呦，这有戏！这个多多也太可爱了呀！加分，允许任何情绪穿过你的身体，大步往前走，去感受它，踢着正步，他的这个形容都非常的有画面感。而且他不是还解决了乐晨那个疑问？他说我内耗嘛，他说你可以这样，你就说这道题不会，请赐教。就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他这个生活态度就是特别打动我。我觉得他特别的健康，就是他就不觉得我要一个人解决关系里所有的问题，你也不用一个人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都可以帮对方解决他的一部分问题。所以他感情观里说是战友，他们是想互相进退的那一种，对，互相共进退。我觉得这是个特别有很有生命力。对，我觉得乐晨那个状态，特别是像在隧道里往前开，但是前面就有束光，永远很有希望。多多就有一点像灯台一样，然后就让他一直跟着。我觉得他的这个潜在的能量会让晨晨有可能也会有往那个好的方向的成长跟变化。他们刚才聊了一个话题，是从来没有在一起和在一起过，但是没有很好的结果，哪个会更加的遗憾？我可能会选在一起过但没有很好的结果，就是你特别喜欢一个人，但最后那个结果真的是很让你失望的时候，你真的有的时候会跟自己说，就是我真希望他以我希望的那个样子永远存在在我脑袋里。当然是没有在一起过会更遗憾呀。因为我觉得在一起本来就不是为了结果而在一起的，是在一起的过程。没在一起过可能会更加的遗憾一点，在一起过之后呢，那可能就是有结果了，也无憾了。但我觉得那个得够勇敢才行。你是勇敢的人吗？我目前不太是，我目前有点不太会敢。我觉得人生真的是这样，就是如果你真的到一个年纪，然后你突然想，我什么都没有勇气，我去尝试过，不管它是好的坏的，虽然没有结果，
但那个过程有很多动人的地方。你可能遇到那个很对的人，他为你做了很多事情，那个东西你自己可能想到，你其实还是会很开心，因为你们曾经很认真的在对彼此好。我觉得那个东西是现在你就算有面包，你赚了多少钱，你换不到那快乐。所以我觉得在一起过没有好的结果，其实也很好啊。哇哦，圆圆，好奇他这次约会会和谁？谁？啊，稳标。Hello， 小娇是和谁？我们没猜出来。小娇是和小远，在这边，小远啊，都有。小远画这么好吗？真的画得很好。嗨，你是不是等了很久了？还好。不好意思迟到了。没事。哇，好漂亮啊！我们做皮具。哇，你之前做过吗？没有。我也没有，但是你要不选一个呢？挺感兴趣的。你要不选一个呢？那我选这个吧，这个比较简单。这个是吗？嗯。然后我选这个。好。好。不知所措。所以你是选了我的卡。一上来第一句话就是这个。对，我说实话，我们不知道是你。我们像玩推理游戏一样，很认真的推理了一番。但这张画的好好啊。那我就选这个了，直接拿走了。我们没有推理出来。其他的人都特别明显的猜出其他人都相对明显。真的吗？但是那本书其实我觉得还挺有代表性，因为我还在上学，平常看的书比较多啊。我之前看了余华的《活着》啊，《活着》很好看。它里面有一句话是说，活着的意义就是活着本身。我觉得其实这个也跟很多其他的事情是一样的，比如说爱情，那爱情就是为了爱情本身而爱，而不是为了爱情以外的任何其他的东西而爱。没错，对。哎，你之前是从来没有做过这种？没有。但这个地方是我挑的。你挑的哦。好棒。就是因为我想做皮具，我就是比较想做一个有纪念性的东西。明白。因为我感觉上面带有你动手的一些痕迹的，你就真的可以用很久。这不错，赞成。你平时有特别喜欢的东西吗？我还是蛮喜欢运动的。哦。前天还在跟乐晨聊。说以后等这个冬天一起约着去滑雪。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会笑。对，我很好奇他们都会去干什么。今天肯定都在室内。那你有想过你来小屋会遇到什么样的人吗？就是你会期待遇到什么样的人？你期待在小屋里面遇到一些什么类型的人？我会很喜欢是遇见一个三观和喜好相似的人，然后但是可能性格可以是互补的人。你呢？我既想遇到跟我有共同点的人，我又想遇到跟我有很不同的点的人。相似但不一样的人。我觉得是三观和爱好相似，性格互补。啊，是这种。我觉得是他。你看他满脑子全是蓝蓝。他一定是一个在某些地方上相似是更好，在某些地方上
互补是更好的答案。懂。感觉就两个人的状态更像是这种助攻的关系啊。卢远其实现在在好奇的是王乐晨，晨，对，然后小娇呢其实是在好奇兰兰，我觉得很明显。感觉好好玩。哎，那你为什么当时会选择去北京读书？因为我家是那种对学习特别看重的那种，他们会有一些压缩我的娱乐时间，所以不是在图书馆，就是在家里的房间里写作业或者是看书。天。然后我其实高考结束之后，我就特别想，就是离开家，然后去过完全按照自己的心意去生活的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所以我就当时就选了北京。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我目前为止做过的非常正确的一个决策。对，我很多的人生的转折点都是从北京开始的啊。就听上去你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然后觉得就是很需要自己的安排啊计划能够。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你不能完全依靠别人来生活。是的。哎，你之前说你对教育学感兴趣，你后来有没有去学教育学方面的？我考过高中地理教师资格证啊，我考过高中英语教师资格证。这个蛮有趣的。太巧了，大家都是从3爱2人1中生开始的。我是因为那个支教的时候。哦，你支教的时候是需要那个教师资格证的。对，因为我们的那个支教的项目，它对于教学的环节要求很高，就或者说它是一个授课非常重的一个支教。我们1周7天有6天都在上课。哦，对。OK。你是不是在家里经常做家务啊？我感觉你眼里都是活。哎，确实，他永远是最忙的那个。这手上忙不就停不下来？我们确实小的时候家里面就比较严格。怪不得。你真的越来越熟练了。得心应手，我想到就是4个字。不能夸，再夸，我就会容易翻车。都不能夸，你看塞不进去了。你怎么给自己翻翻，给他翻翻？不是，我想看有没有风。你是一个很幽默的人。小娇真的很搞笑。是不是女生喜欢被夸？对啊，那不光男生女生都喜欢被夸赞，没有人不喜欢被夸赞。对，好孩子都是夸出来的。对啊。那我们就听明浩夸一下吧。我这种不自然的，我就会很害怕。你的脚是不是没有袜子？对。你现在脚有？哦，有。OK， 我给你滚。特别舒服。好的。Go，出发喽！所以我们是去西湖吃耶。对。我虽然是杭州人，但是我14岁之前都没有来过西湖。哦，哇，那也很神奇。我一直想的是，我反正家在杭州，反正西湖想来就来，然后我前17年就一直没有来过。后来是稍微空一点了，就经常会来西湖散步。西湖真的很舒服。所以你是那种比较冲，还是那种比较慢热的人？比较冲。小娇太冲了。太冲。我们俩都是冲动型人。但我觉得我有时候会变，就是我不是一直是一个样子。对。我觉得我是一个可慢可热的人，但是我有的时候会非常的冒险状态。就或者说我可能会有一点点不那么循规蹈矩一点。其实你真的是一个很随和的人。我吗？对。怎么说？
因为一开始在那个宴会上、晚宴上看到你，我会觉得你特别板正，就是很严肃，你知道吗？就不敢和你说一些很随意的话，我就觉得你特别正经一个人。然后就是经过这几天相处，我觉得哇，挺有意思的。那天确实太拘束了。是有一点，而且也很紧张，说实话。我看出来了，你真的很紧张。太紧张了那天。他真的给人的感觉特板正。板正这个词挺好，形容还蛮准确。哇，你选的地方好漂亮。当然啦，我们坐在这儿。附中安排。哇哦，漂亮啊！好漂亮。要不我们去天台看看？好呀，走。好。哇，好漂亮！哇，能看到西湖。西湖还是很美的。是。真的太喜欢西湖了。你有没有什么特别喜欢听的歌啊？就是歌手也好，或者是风格也好。我比较喜欢听那种，要么比较安静，要么就特别吵闹的歌。吵闹，哎呀，你也是一个很极端的人。是，也。因为我不是跟你说吗？乐成也说我是很极端的人。乐成跟我说，真是，也不客气了，我们敞开聊了。敞开了。现在我都一点都不好奇他们在哪，因为我觉得肯定没有咱们这个地方对我们好玩，没有这个地方好看好玩。我觉得应该是今天最漂亮的一个地方，是吧？那我回去要跟他们炫耀一下，你们肯定没有我的好看。是的，是的，是的，说明我是用心做准备的。是的，是的。哎呦，我们进去呗，有点下雨。好漂亮啊！你有什么特别喜欢的花吗？都行是吧？我在想，我其实比较喜欢，我以前就比较喜欢梅花这一类的。哦，梅花就可能很坚韧。对，就是寓意有点过寓意很好，过于寓意了，过于寓意了。对，然后后来，但我其实也挺喜欢芍药的。哎，你爸爸会不会给妈妈送花啊？会啊。哇哦。而且之前可能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嘛，就也不是很有钱，然后可能买不起特别好的那种。但他那个时候想送999朵。我有印象，他好像是有一些可能甚至是一些花店不要的话，然后他就说能不能把这几个给我，然后每个花店要一点，每个花店，然后最后凑起来这999那种，对，然后自己手扎。这个好浪漫呐！他爸妈就这么浪漫。我觉得这个比直接送999朵还要浪漫。攒了999朵啊！你看得出小娇也是浪漫体质。浪漫也算他爸爸。太浪漫了，好有意思啊！是，提起爸妈的爱情还是很能说，很开心，很能说，很开心，十分羡慕。哎，来了！哇，吃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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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吃这2个，然后我来切一下这个牛排。哇，厉害，切得很好。情绪价值给满了。感动了，感动了。该我感动，因为这是你选的餐厅。我们俩都感动，商业互吹了。商业互吹了。这家店真的好好吃。你是不是没吃早饭？就吃了一顿午饭。我们俩一样，真是饿了。我们可能是这个屋里面干饭干的最认真的。太好笑了。超级幸福的天，超级幸福的一天。我好久没有那么开心出来玩了。下一个谁约我出来？我标准可高了。就是要好玩好看好吃。对。
所以他们两个某方面觉得还蛮像的。他们两个其实都是想去表达一些事情的人，在这里这么表达一下，我觉得也是需要的。感觉是这一次约会成了好朋友，就队友，然后互相打辅助。没错，最强辅助，挺好。那我们这把看看，扑了个空，我们目前都没有呢。我们对输的爆惨。回答正确喽，1颗心动原石哟。我们又对了。你还带了胶片机？对，我带了。我也带了。我说我还在想会是谁。是吗？嗯。但我想到应该会是你。为什么？因为你是不是画了一只纹身？是吧？小心思。谢谢你。茉莉跟白玫瑰不错，还挺像的。你有跳舞过吗？会一点。会一点。你会什么？之前也会一点古典舞、民俗舞。你学过啊？也没有，也没有，一点点。那是有舞蹈技巧啊。所以你会吗？我不会，我完全不会，完全没有就是跳过舞。哎，我还挺想看他跳舞的，体验一下。怎么说啊？我们要去跳舞，试试。Hello， 你们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摇摆舞 party。所以我们今天主要体验的一个摇摆舞的分支呢，就是扭扭舞。扭扭舞，我们可以一会儿换一下服装，然后进入到这个复古的模式中，然后一起来享受一下舞蹈的快乐。好 ，OK， 那我们去换衣服。一定要穿这样的衣服才有氛围。哇！我的天哪，也太适合他了吧！ Hello， 好，来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摇摆舞会吧。那我们开始吧。我们先统一啊，是右脚，我们的右脚，这是我们的脚跟儿，对不对？对啦，很好。脚跟儿，然后踩步，脚跟儿，踩步。我们简单来说就是点踩，点踩。OK， 5、6、7，点踩，点踩，踩踩。 踩踩，它像脚是刚拼上去的，不熟。点踩 ，OK， 很好，做得很棒，一下子学会喽。好，再来一次，2个8拍，出右脚，点踩，点踩，踩踩，点踩，左边，右边，左边，右边，回去，点踩 ，OK， 后脚跟着地。 1、2、3、4。宇航，你别说，这4肢啊，真像是现安上去的。然后捂的时候收左腿，很好。然后，drive me crazy。OK， 把头甩起来啊 ！drive me crazy。Yes， 兄弟，那个是我吗？别这样。
后脚跟5、6、7，1、2慢，5、6换边。感觉宇航就是很木，对，一如既往的宇航，对，就很宇航，对，很宇航。1、2、3、4，boom，watch me now，OK， 很好很好。好，我们可不可以面对面跳一次？面对面跳一次，try 一下可以吗？面对面跳一次，try 一下可以吗？好，来试一下。牵上了。哎呦哎呦，牵手成功。我们不用牵手 ，OK？ 哎呀，老师。哎呀，我们不用牵手 ，OK？ 来，都是出右脚 ，OK？ 超好玩，这个是挺好玩的。太好玩了！哎呀！可以吗？我们这每次跳舞都很害怕。可以吗？开心嘛，就乱跳一通好了。OK， 哦，哎呦，哇哦，螃蟹，螃蟹，我觉得好像毛利舞。哎，这样吗？是这样吗？对，我不知道啊。shake 一下。哦，这样吗？走，这样子。蹦一下肩膀，shake 一下 shake， 拜拜。耶 ，OK。好，我们暂时休息一下，等会儿再回来 ，OK？ 好的。好。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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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很自然而然的亲密的动作上来了。天哪！我们可以休息一下。啊，可以啊。这有饭。就这样。我感觉舞蹈真的是好难的一种运动啊。所以你完全没有跳过舞吗？没有。他们坐得好近啊！你看他把他挤的，坐到没有间隙。这挤的感觉半个屁股都悬空了。其实也可以往右坐一点点。所以你完全没有跳过舞吗？没有。你有猜到吗？就来之前。完全没有，就是猜到要跳舞，因为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跳舞这个领域这样子。我打算出门的时候，我说我这个胶片机是带呢还是不带？但是我觉得都可以带，因为现在胶卷机真的好少。因为你没有来之前，我在猜会是谁。确实，你们好像都不知道是谁会拿那张影片。我当时画的时候还思考了一下，我一开始画了一个狗狗，后来我想一下，我说再画一个，然后我在想说，我是画一个大一点的还是小一点的，因为我们每个人养的狗狗不一样。然后我一开始没有上颜色，然后后面思考了一会儿之后，我就点了一点点颜色，但是我点的就是你养的狗狗的颜色。对。哇，一番效率可以，很勇敢，画得很棒。偷偷藏了一点小心思，看会不会有人看到吧。哦，太猛了，他很主动，非常。但我今天确实就是我一直在猜，但是我感觉我心里的答案应该是你。是吗？因为我带了花花，
因为你当时抽礼物的时候，你带的也是花。对，我选择这束鲜花作为礼物的原因是，鲜花的花期很短暂，但是我觉得这更加提醒我要把握当下。哎，你有看我选的什么花吗？看啊，那是白玫瑰和茉莉花吗？小的应该是茉莉花。茉莉花很香，我也很喜欢茉莉花。但我还不知道茉莉花的花语是。它有个谐音梗。茉莉花。茉莉。梦里。茉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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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茉莉不要离开。茉莉。茉莉哦，茉莉，就是说就是会茉莉长长久久跟人在一起这样。对，茉莉。是的，我觉得很符合我的感情观念。而且白玫瑰它也是那种很纯洁、真诚。真诚就是我觉得很重要。它很炙热，我感觉。老师可以帮我们拍一张照片吗？可以啊，可以啊。哎呀，哎呀，3、2、1。茉莉，茉莉，是不是不错？感觉这个表达有点妙啊。我想到那个沙发。很好笑的点是因为宇航其实是很大一只，你知道吗？挤到角落里面，然后我感觉宇航他不太敢转身去那个，他一直都说是吗？是吗？感觉就是一看就是两个人都特别向往那种纯洁啊、真挚的爱情，就像茉莉花一样。哎，那说到这儿，他们有茉莉，咱们也有茉莉啊！巧了不是？咱们细品一下刚刚的对话，就像开启了这瓶康师傅茉莉蜜茶的时候，立刻就可以闻到茉莉的清香一样，而且每句话都值得回味，就像茉莉蜜茶的回甘。是的，朋友们，让我们用蜜茶举一个吧，祝愿他们都能够收获到心中美好的爱情。好喝，满口都是茉莉清香。是的，配合着茉莉清香，我们继续来看吧。好，那我们走，拜拜。狗狗好，狗狗棒。哎，狗狗好啊！你可要是不是在厨房尿尿的话，我也不会去找你拿扫把。原来是这样。我可能，如果说真的没有这种很偶尔的机会，我就会设计一下设计一下哦，不经意间的刻意了一下。天哪，这很勇哎！但我还挺高兴你后来有就是陪我一起。因为我们是责任型恋人。你想坐哪边？你坐这边。可以。哦，这里有真的小鸟哎。他们是鹦鹉吗？会不会学我说话？他们俩靠好近啊，是情侣吧？很有可能是夫妻，应该是。你看到没？我们俩隔好远，我们俩现在有一个银河。对于那个对比那个比例尺来的话，这边确实是银河。可能是想我们大吃特吃。哎，所以那个卡片你是会带在身上还是？我带了。你带了，在哪？可能放在包包里。在包里，因为我那个卡片还没有上色。所以说就是那个男生没有，对，那个是空白的。对，但是
你看那个身高差其实是知道的。哎呀，瞧瞧，有点害羞哦。可是我们男生都差不多高啊。所以我说我在赌啊，哇，好猛啊！所以你当时上学就不在？我小学、初中都是在国内，高一有一个学期也在国内读的，后面就不在。后面就不在，在美国读到大2就回国了。但是后面因为一些家里的一些原因，决定还是就是留在国内，可能重心还是放在那个事业上面，帮家里把这个生意给，就是因为之前有出现一些危机什么的，然后想就是能稳固起来先这样子。所以你就等于是在你和家里面选了家里面。对呀，因为我觉得养育我是父母，那我也不可能只顾着自己。我也要考虑他们。很有责任心。那你是家里的独生子？不是，我还有个姐姐，她已经是3个小孩的妈妈了。3个小孩，很可爱，3个小孩子都很可爱。那像你，那你肯定是属于是，你还蛮喜欢家庭的，怎么感觉？对啊，我挺喜欢小孩。也没有，也没有结婚啊。我觉得要负责，所以会很慎重。我会想很多，其实我会考虑很多。你没有能力养活自己的时候，就是没办法去照顾别人。如果你真的喜欢一个人、爱一个人，你不会想让对方就是有吃苦啊什么的。可是不应该。所以我不敢就是轻易的做这种决定。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年前就是不太愿意生小孩，就是因为没办法确定自己能不能够照顾好将要出生到这个新世界的新生命。对啊，但是如果说真的是很真诚的喜欢，其实不会在乎这些啊。就我觉得吃苦无所谓啊，就可以一起去努力的一件事情呢。这个3观上有点差别了。情感观吧，就是一个很尖锐的话题。是这样，但是我觉得其实真的，其实爱情真是建立在面包的基础上面。我不这么觉得呢。
觉得爱人是你可以选择的家人。对啊，爱人是我可以选择的家人，但他前提是我的爱人。哎呦呵。长久的爱情，我觉得亲情就更多是也有陪伴。茉莉花的花语里面就有陪伴。很有趣，挺好看的。不是他没 get 到他说的有效，说他马上了。刚刚他们两个约会的这个话题，是一个经常被探讨的话题，就是你会愿意开启一段爱情，是自己各个方面都是最好的时候，还是说随时来接纳这个感情的到来？我比较感性，我不太会去设限自己，我觉得哪个来了就哪个。我的感性的一面会说，就是感觉到了就开始。但是爱情这个东西，它其实很复杂，它不是一个说我今天靠感觉就能维持到很久的东西，它是需要靠技术，它需要靠真心，它需要靠太多，它的维度是非常丰富的，所以都得去考量。我不想把爱情这件事情框上一个框架，感觉来了也好，当我准备好的时候也好，我觉得这个东西它都不是强求的。当你准备好，你的爱情也不一定会到。然后你觉得你遇到了一个对的人，就算没有准备好，可能他也愿意陪你一起去经历某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当你想爱的时候，你就勇敢的去爱；当你觉得有顾虑的时候，那你就要解决现在的问题，然后等你想去爱的时候，再去爱吧。从小到大会被灌输一个观念，就是哇，你要让自己经济独立啊，然后你要有能够照顾人的能力。后来慢慢就会觉得，人生它其实就是一个过程，在好的感情里面，不好的感情里面，其实你都在学习跟成长。不要太去拘谨在一定要让自己有能力、有爱情、有面包，然后你才愿意去经历这件事情。所谓的要先有面包啊，还是再有爱情？我自己会跟自己讲说，那我要一边啃面包，然后一边照顾我那个心里面最在乎的那个玫瑰。我觉得先有面包再有爱情这个问题的根本在于，面包是不是一定要从爱情中来？可能以前的环境，男性会觉得我有这个责任去提供这个面包，女性会觉得我需要从关系中得到这个面包。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觉得，面包是一个独立于爱情、独立于关系的话题，就是我需要面包，我就自己去创造。那比如说爱情最后变成亲情这件事情呢？爱人变成亲人之前，但是前提你先是爱人嘛，它其实也是一个过程。这个其实我跟我弟经常探讨，因为我弟结婚了嘛，他就是其实跟我就是说，好像跟他以前想的就不太一样。婚姻到后面，你更像一生当中的合伙人。我的解读会觉得那个就是一种升华吧，因为我自己有一群朋友，常常在他们身上感受到很多婚姻美好的样子，可是你真的就会觉得他们的相处其实比较像家人。婚姻了之后，我觉得它会诞生出亲情的内核，但是爱情和亲情，我觉得始终还是两种不同的感情的关系，或者说感情的模式。我觉得要像对待
爱人那样去对待他。就是别套上太多的他是我亲人，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变成亲人了，所以怎么样都可以。往往可以更长久，还是把它归位在他是我的爱人，是我爱情里的那个伴侣的这个角色去相处。只有2个人都尽力的去保持激情的延续，才能维持这个激情的火花。不然的话，这段关系的体验不会是最好的。我们都没结婚呢，哪能感受到爱情最后变亲情？是，确实一帮对吧？就看我们的人，一群小孩，你们懂啥？对不对？只是我们自己的想法啊，不要过度解读。那我们6组的约会已经全部都结束了，那接下来我们再分享一下原石，好不好？好。你们那边有2颗已经在手里了，特别的恭喜。咱们这边啥都没有。对，但是我还是比哈尼克子多，所以可以的。你别要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他们今天约会结束之后，大家的心动短信是怎么发的？会不会感觉，乐晨的关系会给多多？我觉得乐晨这次应该是非常明确的给多多。对，迟迟和瑞龙，我磕。我拽你这个一票，我也很喜欢他们2个。方医生跟小娇都是蓝了嘛，对吧？对他俩肯定互相。你觉得宇航还会给一帆吗？就是2种对于爱情的3观的不太一样的这番对话还会一样吗？我觉得会，因为他们只是在讨论不同的这个观点。我觉得一帆会给宇航，但宇航我有点担心。我也是这样。我们这一次不用猜，直接来给我们答案。首先呢，我们请公布所有女生的短信，请看。痴痴给了瑞龙，王爵给了乐晨，多多给了乐晨，小远给了小娇。我觉得有情可原，他不能天天都给乐晨吧，乐晨跟他都没有互动，对，都没有什么交集，可以放缓一下脚步。来看一下所有男生的心动短信。娇是给了卢宇啊，你看互给，所以你看他们几乎就今天见面的人都互相给对方了，明确了，都是互相的。好，这很合理，明确了。然后现在其实也可以看到乐晨的心思了，因为他今天跟2位女生都有了一个小小的约会嘛，那他的选择是给了多多。大家看看短信的内容写的是什么？儿童节快乐。哎，其实我觉得这个王爵的儿童节快乐其实还挺，是不是一种 say bye bye 啊？感觉有点，应该是吧？我觉得有点像是 say bye bye 的感觉。对，就是很平静的表达吧。对，今天很开心，如果有机会，故事还想继续听完。感谢你一天的照顾，卡包做得很棒，今天很开心。这就是朋友的了。谢谢你精心挑选的芍药，这是我收过花朵最大的芍药，真的很美。陪伴确实是最长情的告白。迟迟给瑞龙，谢谢你对我的蛋糕，下次可以试芝士火锅。太怕辣的了，嘴不硬了。对，嘴不硬。谢谢今天的约会安排，超好玩、超好看、超好吃。方医生，现在你应该很饿吧？期待一下小龙虾。OK。哇！瑞龙，谢谢今天带我一起放松了一下，这是真的，真心是谢谢你，真心是放松了，真心是放松了，明白了，明白了。希望惊喜可以多多发生。哇哦 ，OK。多多发生，挺好，还有点心。OK， 航哥是给一帆说的是今天度过了非常愉快的一天，认识了一个炙热真诚的你。好的，那我们第一次的大约会呢，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次的约会中呢，有些人逐渐向心仪的人靠近，那么有些人呢礼貌得体的收获了友谊，还有些人的信号呢
可能开始发生了变化，但是一切都不着急，一切才刚刚开始。每一个心动的信号呢，都值得我们去好好的感知。后续他们还会发生什么样的动人心弦的故事呢？茉莉开就是心动的信号。本节目由花清香茶新味的康师傅茉莉茶冠名播出。我们每周4、12点真人秀加更，解锁更多心动线索。每周5、周6、12点陪你看心动，心动家族跨季联动，陪你磕个够。上腾讯视频草场地一键 get 嘉宾同款心动周边。各位，我们下周一起期待一下，在我们的心动公寓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吧。我们拜拜喽，拜拜。茉莉开就是心动的信号。本节目由花清香茶新味的康师傅茉莉茶冠名播出。上小红书讨论综艺，看嘉宾专属内容。小红书心动的信号吧官方内容讨论平台。一颗72小时弹韧量，根源改善发质。本节目由潘婷炮弹发膜赞助播出。感谢影像体验官华为 nova 14系列手机全焦段红枫质感人像，记录你的心动时刻。2小时快速修护，3天抗熬夜疲劳。本节目由雅诗兰黛小棕瓶赞助播出。1400公里续航。本节目由燕批智能电混全是豪华家具的领克0708赞助播出。淡化黑眼圈，让眼神自带微电流，一夜焕亮，心动澎湃。本节目由完美小红皮眼霜赞助播出。啊，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他们都收到了。这是要约会了吗？哎，来了，这谁啊？哎，新人吗？真的吗？哇，这个腿，这也太高了。Hello。哎，你好，你好，你好。所以是所有女生跟他一个人吃饭。哇，5个女生接一个男生，最好的食材都用这样。这醋意已经很浓了。新朋友来了。哇，这么高。哇，好有力的握手哦。我们新人晚入住呢，会有一个特权约会的这个权利。他会约谁呢？哦，有没有时间约会？谁？信箱帮我开了一个。好刺激！心动密语呢，就是每位入住者都会写下5个问题，是你对他好奇，可以打开他的信箱，一起来乘坐我们的小火车。这谁？快告诉我谁？到底是谁？可以。你已经开始指挥我了呗。我其实很严肃的。巧克力好甜好甜。去看 Nico 吗 ？Nico。来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郝玉，郑正浩，七七，郝某，杨凯文，赵启军。哦，这是的，机会都到了，护航了。对，6年了嘛，经常会有很多瞬间，我们可以从对方眼里看到星星，这就是爱情。每年陪看都得哭一鼻子。8月4日起，每周1、周2 12点 SVIP 更新，每周2、周3 12点 VIP 更新，会员抢先看1周，每周3 12点掉落 SVIP 专享花絮礼包，更多高甜互动等你来看。每周4中午12点 SVIP 更新加更，解锁更多心动的故事。每周5、周6中午12点 SVIP 更新衍生，陪你看心动，精彩内容响不停。早餐店，透不过气拥挤的地铁，还没睡醒又开始新的一天。摩天大楼下城市很美，云层之中有甜蜜的约会，可我还有永远开不完的会。童话哪怕只一天，我也有用心体验的，但去爱才不会辜负夏天。丘比特放出了箭，别再装视而不见，勇敢一点，向前走，向前走，有微光在眼里闪烁。上微博参与心动的信号话题讨论，分享你的心动观后感。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中文百科合作平台百度百科，感谢合作伙伴百度 APP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复杂又简单的生活，去发现。